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听得到的话，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live coding。对，来围有人吗？观一下。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的话可以。有个人说晚上好。OK，晚上好，晚上好。OK，有人，那我们就开始。前两天也预告过了，今天我们 live coding 的主题是用 Moonbeat 来自举一个 Moon，也就是 Moonbeat 语言的构建系统。当然，这么短的时间肯定不可能把所有功能都做出来的，只能做一个非常原始的原型吧。但构建系统这个东西，我觉得平时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点像黑箱的东西，大家只知道要怎么用它，但可能也不是很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用 Moonbeat 来写一个 Moonbeat 自身的非常小的迷你构建系统的这种 demo， 顺便演示一下构建系统的原理，以及顺便演示一下 Moonbeat 本身的一些功能。说从零开始，那真的是从零开始啊！我们从创建项目开始。好，先把项目给创建了。然后创建完项目，我们就来到了经典的 Moonbeat 现在 Mooneo 默认的这么一个项目结构。我们先加点依赖吧，我们肯定是需要使用一些异步的操作的，包括一些文件系统之类的操作啊。我的网是不是断了？OK，坏了，我网是不是真断了？还可以顺便欣赏一下刘师傅的 OK，无鼠标操作流。好，我们现在就把 async 给加上了，就可以看到木点 mode 里已经有了 async 这个包的依赖可以用了。然后默认的这个项目结构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CMD 的文件夹 ，CMD 里面就是整个程序的入口，后面我们弄出来的那个 mini moon 它也会在这个它就会在这个 CMD 里面放着，然后主体，比如说这里的 minimood.nbt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用来放我们的那个主体的代码嘛。我们希望会把这个项目的大部分的代码给它包装成一个 Moonbeat 的 package 的形式，然后最后的那个 CMD 的 CLI 入口，它就是简单调一下这个库，这样有一些其他好处，比如说你也可以把这个 package 去集成到其他的工具里之类的。废话了很多，那直接开始写吧。这个是默认生成的，但是后面我们就不用了。现在要写一个构建系统，需要分几步。今天我们会把这个目标拆解一下。来，我让来写个 to do。字可能有点小。OK，我把字给弄大一点。首先，作为一个构建系统，它肯定能理解 Moonbeat 项目的结构，所以我们需要解析这两个东西。第二步是我们希望能利用这个构建系统来构建一些东西。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实现 Mooncheck 的功能。一开始我们只是实现一个全量的 Mooncheck 的功能，因为这个能先把整套流程跑通，能让我们做一些测试之类的。然后把这个跑通之后，就进入到构建系统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增量构建。当我们在编辑项目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每一次都要重新构建一个非常大的整个的项目，我们肯定只希望每次只构建需要重新构建的部分。所以最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做一下增量构建的事情。OK， 那么我们就先从第一步开始。第一步，首先我们需要解析木点 mode 和木点 pkg 的文件。那木点 mode 的结构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来是不是要解释一下调木 C 的事情？对，后面讲 Mooncheck 的时候是需要调木 C 的。那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个模组的结构。对，我们可以直接对照这边来。就首先有一个 name 的字段，就是模组的名字，然后有个 version 的字段。有弹幕问这是什么编辑器？后面再说。然后有个 dependency 的字段，这个我们可以给它弄成一个 string 到 string 的 map。但实际上，真正的 Moon 它会支持一些更复杂的东西，比如 local dependency，但我们这里就不管了。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字段，但对于我们这里来说可能不是很重要，就先简单起见，先这样吧。然后我们给它 derive 一个 from JSON。这样，因为这是一个 module 配置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所以这样就足够我们把这个就默认的这个 from JSON 它已经够用了。更复杂的可能就需要手写一些东西，对的。
所以要不我们可以来先测试一下。来，我们可以写一个 module test 点 nbt， 这里我们就直接 parse 自己的好了。哦，对了，忘了说了，因为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文件 I/O， 所以呢，我们肯定是需要 import async 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用过 Moonbeat 那个 /async 这个包？这个是 Moonbeat 现在算是官方维护的异步运行时吧。里面基本的文件操作、异步操作、网络操作等等 API 都有。如果想要做一些异步操作的话，就可以用这个。然后来，我们这里写个 async test， 然后首先我们要用 fs 点 read file 去读取一个文件，然后这样读取出来，它会是一个 I/O 点 data 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用点 text 的方式把它解析成一段文本。解析成文本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弄给 jet.json 点 parse， 把它 parse 成一个 JSON， 最后再用 module 的 from JSON， 就可以把它解析成一个 module 了。之后我们可以用 inspect 来测试一下它的内容。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吗？哦，不好意思，是的。因为 async 目前它只支持 native， 所以需要设置这么一个东西，让它默认使用 native folder 来构建。他说什么？哦，诶，哦，你是不是应该调 @JSON 里面的那个 from JSON， 而不是手动调这个 impl？ 你说的对，我看看这个 box，OK OK， 那么就可以用类型标注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哦，因为它是个 test， 它还需要。你说的对。OK，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模组的结构就可以在测试里给它弄出来了。把这个测试给它 update 一下。OK。因为我这个是那个我这个为了看清楚字会比较大，所以它有时候会折行。你可以用 @JSON 的 inspect。对，也可以用 @JSON 的 inspect， 这样的话，这个测试的输出它就可以格式化会更好看一点。然后这里 module 是个保留字，所以我们最好就不要用它了。我们可以给它换个名字，使用 LSP 的 rename 功能。对，所以虽然有点磕磕绊绊，但总之这个是上道了。可以看到 Moonbeat 对 JSON 的处理的功能还是非常的方便的。我们直接对于这种就是没有 enum 之类的比较简单的 module 结构，我们只需要简单的 derive 点东西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给搞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 package 的也给加上 package。那么 package 的结构长什么样子呢？package 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import 了。import 是一个 array of， 这里我们还是简单起见就用 string 吧，就是实际上它会有更多的东西，但这里简单起见我们就用 string 就可以了。然后也是一样的，我们给它 derive 点 from JSON、to JSON 这类的东西。然后依然是同样的，我们可以给它加点测试。也是就用那个我们这个 minimum 这个小项目自己的那个叫什么的那个目内 PKG 来就可以了。对。哦，不好意思，这是个关键字。哎呀，关键字那坏了呀！关键字那用不了。加个 s。
对，但这样 derive 出来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自己写一个 from JSON 了。这东西签名是什么样的来着？哦，第二个是 path。对，先不管这个 path，我们先简单起见。这个我先给它关掉 ，OK。当然自己解析也是很简单的，就因为，但它抛什么错来着 ？JSON decode error。OK。然后这个情况下，就这里可以直接匹配 JSON， 这个东西的类型是个 JSON 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用 Moonbeat 原生的 JSON 模式匹配直接去匹配它。这里 import 这个字段掏出来，它是一个 import list， 然后 import list， 我们可以给它，对，我们可以写个循环。我们也可以用 guard 来很方便的处理 JSON， 比如说这里我们要求 import list 里的每个 item 必须是一个包名的字符串，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报个错。哦，不好意思，这里要接的是一个 tuple， 所以。OK， 这里他说什么呢？哦，不好意思，搞错了。imports， 不好意思。可能要加个逗号。对，这里有一个语法期，因为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一个语句块，如果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可能会清楚一点，也有可能就是一个struct 字面量，所以要加个逗号去去一下期。现在应该好了。是的，我们可以把 package 末点 pkg 给正确的解析出来了。OK， 解析出来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该开始考虑我们的 to do list 里面的第二步了。这两个我们已经解析出来，相当于我们已经可以知道项目的结构了。知道项目的结构之后，我们就要考虑就是怎么去根据项目的结构去执行正确的指令，去调用编译器来把这个把这个项目给构建出来。这里我们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 moon check。moon check 会检查一个包它是否正确。那么为了搞定 moon check，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我们先从一个没有任何依赖的包开始。所以我们先创建一个第一个。等等，这边有人问以后会不会加强 derive， 像解决像这里 package 因为名字的问题没法 derive， 这个以后是会做的，会做一个类似于Rust 生态里面那种third 一样的库，然后它会用自举 parser 去做这个自动 derive 的生成，所以到时候的话它会有更多可以配置的选项去解决这些杂七杂八的问题。今天的主题是写一个 mini moon， 就是写一个比较简易的 Moonbeat 的构建系统，使它可以简单的 check 一下我们写的一个小的 Moonbeat 项目。构建系统的话，就是通过读入一些配置文件，然后帮我们去调度背后的那个 Moonbeat compiler。弹幕问你是在 WSL 里面写吗？对，这是在 WSL 里面。好，现在我刚刚比较原始的手动搓了一个这个没有任何依赖关系的 Moonbeat 项目，这可以作为我们测试的一个比较好的起点。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能 check 这个项目本身，我们可以先在这里面自己 check 一下。哎，这个为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哦，不好意思，我这个东西写的多半是有一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末点要怎么写哦，是
这个原因吗？哦，不好意思 ，depth 是个 mat，OK。好，可以看到这个项目本身它是可以正常的运转的这个测试项目，所以接下来的目的就是把 testDR1这个测试项目让它能够用我们自己写的 Minimoon 来让它能类型检查通过。那么来，我们开个叫 check.nbt 的文件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定一个叫 checkPackage 的函数，它接一个 module， 还有就是当前所在的 module 和一个 package 作为输入，然后它理论上应该输出一些结果。这就是我们下一个目标，写出这个 checkPackage 的函数。那么首先，如果 package 里面有那个什么，有那个依赖的话，那么这会更加复杂。但我们现在先不管依赖，不管依赖的话，我们就只需要调用编译器。调用编译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调用外部进程，这可以用 async 里的 process 这个包来完成。使用 @process 点 run 这个函数就可以。咦？是不是我的这个编辑器的 watch mode 有点问题？anyway， 就我们可以用它来调用木 C， 然后传一些参数，然后传正确的参数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路径里面它有哪些源文件，比如说 testDR1这个包里它的源文件只有一个，就是这个 hello.nbt。所以为此我们可以先用 @fs 点 read_dir 这个函数去把路径里对应的源文件给读出来，然后我们要把里面的 nbt 文件给筛出来，然后我们可以使用 Moonbeat 非常方便的字符串模式匹配来完成这个事情。这样我们就能把所有 nbt 文件都给筛出来。使用 filter 这个高阶函数，还有 Moonbeat 非常方便的意思语法以及这个字符串的模式匹配。然后筛出来之后 ，nbt files 就是我们要传给木 C 的东西。那么 Moonbeat 编译器木 C 它有一个叫做 check 的子命令。然后 check 的子命令它需要接很多参数啊，那么当然其中就会有这些文件，这个我们是一定要传进来的。然后，但除了 nbt 文件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参数。这些参数我们现在暂时先给它 hard code 一下吧。首先就是基本上所有 Moonbeat 的项目都会需要用到标准库。那么标准库这个是些内部魔法，是用一个叫 stdpath 的参数来传的。这里我们先 hard code 一下吧，它一般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你的 Moonbeat 工具链的安装环境里的，那个 core 的这个位置，对。然后，哎，等等，但这个可能它不支持这种传法，我把我用户名给补上吧。对，哎呀，其实我自己有点不记得编译器的这个 CLI 参数是什么样的。然后 @process 点 run 这个函数它就会返回那个，它会一直等到这个进程跑完，就是 Moon-C 编译器这个进程跑完，然后它会返回 Moon-C 的 exit code。如果 code 不是0，说明 Moon-C 失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抛一个错。当然，我们是应该更好的处理这个东西，只不过现在这个东西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需要 Moon-C check， 它会生成一个.mi 文件，点 mi 文件就是记录了一个包的那个叫所谓的它的接口，所以我们还需要就是把那个它会记录一个包有哪些公开 API。如果下游要依赖这个包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它生成那个.mi 文件。所以理论上我们也是需要.mi 文件的。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先，但这里我们暂时因为还不考虑依赖的问题，我们可以先试试这个东西它能不能跑起来先。
哦，对，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用 mooncheck 刚刚 dry run 这个手段来获得我们需要跑的命令行。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检查这个 testdir 这个包，我们用 mooncheck 刚刚 dry run 可以获得一些内部的应该传什么参数的东西。对，有这么一些参数，但这些参数不是所有的都是必要的，所以这里我们这里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先只传那些必要的，但是哪些是必要的，这就属于一些比较内部的魔法了。诶，我写错什么东西？哦，不好意思。哦，我傻了，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写 else。还有人，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里被我不小心删掉了一个右括号。OK，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暴力的 check package 的函数。那我们可以先试试它能不能跑，要不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我们可以就刚刚我提到的，就是那个叫什么，这个 Moonbeat 项目它的 CLI 入口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考虑一下，在这个入口的地方把这个程序给构建出来，看它能不能调试。check package 只需要一个模组，刚刚那个模组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先这样吧。我们首先要从命令行参数流，这里我们简单起见，把它弄得简单一点。我们先假设，我们通过第一个命令行参数去接收到这个我们想要 mooncheck 的项目它所在的路径。它所在的路径之后，有了这个路径之后，我们就可以解析出这个模组了。先用 fs 点 read file， 先把 mo 点 json 文件读出来，然后把它解析成 JSON， 然后再用 @json 点 from JSON 去给它弄成我们想要的模组的这样一个格式，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模组。得到模组 file 之后，就给它传过来了。然后还有 package 的 path。package 的 path 是这里我们就先简单起见，我们直接就假设它就在根目录下面吧。能工作吗？这个我们试一试吧。因为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所以可能会有这么一些慌乱。对，要 import 这几个东西。这里 Moonbeat 对 async 的原生支持的其中一个体现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 async fn main 的形式来声明一个异步的 main 函数。对的。哦，不好意思，忘记 pub 了，经典问题。但这其实也是好的，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 pub 的话，那其实它就不会 pub。所以相当于，因为默认状态的 private 是一个比较保守或者鼓励我用户写出更健壮代码的设计。因为如果默认是 public 的话，你可能会不小心把一些不该漏出去的东西漏出去。但如果你默认不是 public 的话，其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避免外面用户依赖了太多的。是的，如果你用的，你只有真的用得到，你才需要把它 pub 出去。OK， 这样应该是好的。那我们可以用 moonrun， 然后来试着跑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吗？这真的对吗？这该不会出巨大直播事故了吧？
那我们要不写个单元测试吧，这样可能会简单一点。异步测试要用 async 标记一下。OK，事情好起来了。那刚刚那个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小问题，我们可以先用单元测试的方式来开发一下。是的，可以看到刚刚那个测试，因为我们加了新的依赖，刚刚那个 plus PKG 的测试变化，这里编译器报错了，说明我传的参数不对啊，我传的参数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来根据测试的结果来修改 bug 了。这其实算是我非常喜欢 Moonbeat 的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测试真的非常的方便，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就这代码写一半，我就会想要先写点测试，然后这些测试能够在途中让你的代码变得就是让你开发起来和 debug 起来会方便很多。就及时获得一些开发上面的反馈。是的，写测试很方便，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爽的事情。那么刚刚的问题是什么呢？刚刚的问题是我们在 check 的时候没有把文件名和那个包所在的路径拼接起来。那我们现在修复一下这个问题，看看会不会变好。我们先把这个测试 promote 一下。OK， 这个测试过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如果我们改一下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给搞坏掉，我们给它弄一点不该有的东西。我们再跑一下测试啊，可以看到这个是编译器输出的 diagnostics， 然后这个是说明这个 check 的那个函数失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预期之中的。因为你在跑 check， 你的预期自然就是你希望那个如果它有编译错误能及时发现，把这个修掉的话，好，这个又没问题了。所以初步的 check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这一步其实已经搞定了。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是要引入依赖了。那么引入依赖其实分两步，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target directory。这里我们先假设用的都是默认的后端，也就是 Watson GC 后端，这是真正的默认也是这个后端。然后有后端之后，我们还需要创建 target directory。然后 target directory 就怎么创建呢？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 async 包里的妙小工具。哦，不行，不能用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写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它如果目标它的作用是，如果 target directory 不存在的话，你就把它创建出来。这是我的编辑器的 watch mode 有点问题，它有时候得手动 move check 一下才能把那个，诶，这对吗？这真的对吗 ？OK， 它刷出来了。我们可以用 @fs.exist 这个函数来判断一个路径存不存在。如果它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可以用 @fx.nkdir 这个函数来把它创建出来，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函数。当然 nkdir 它有一个额外的参数，就是你需要指定你新创建的这个路径是什么样的权限。这里我们用755吧，就是当前用户可以对它做任何事情，其他人只能访问这个路径里的内容。OK， 那么有了 target directory 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check.nbt， 然后把 OK， 那么有了 target directory 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check.nbt， 然后把首先我们确保目标路径要存在。
目标路径要存在，我们需要额外接一个模组的 root path。这是另一个我觉得 Moonbeat 用起来非常舒适的地方，就是 labeled argument。这个东西好在哪呢？这个东西好在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乱加参数，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乱加参数，然后你也不用担心现有的代码会炸掉，或者你需要大批量的修改，尤其是如果你加一个 optional 的参数的话，并且你也不用担心参数的数量，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我们先把目标路径给创建出来。如果它没有的话，如果有就不用创建了。但这里实际上这么搞容易出 race condition， 所以理论上如果我们要写一个非常正经的软件的话，是应该用一些手段来避免这样的 race condition 的。但这里因为我们只是在写个简单的小 demo 就无所谓了。那么这里我们还可以顺便做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刚刚我们这里的 path 要传的是一个 full path， 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其实理论上这个 pkg path 应该叫它 pkg path， 我们只希望传一个包自身相对于 module root 的路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手动给它拼出来。当然这么拼 path 也是不对的，就这里我不是懒得为了这么一个小 demo 去用一个专门的 path 库啊，所以就姑且用这种不是很 robust 的方式来先糊弄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把-o 这个参数加上，-o 它需要的是 target directory 下面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真实的 Moon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它在 target 下面有很多个不同的，这个叫什么？路径。这每个路径下有每个后端有一个单独的路径，然后每个路径下面会有一个分 debug 还有 release， 之后是子命令，然后对的，所以我们可以一路把这些东西都创建出来先。这里是我 async API 的一个小缺点，它现在暂时没有提供一个递归的 make directory 的函数，这个后面我会去给它加一下的。当然，现在我们就只能用这种丑的方式去把这些路径全弄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复刻一下这个东西了。然后这个 pkg 的名字，我们先随便给它起个名字吧，这个后面再慢慢修改。OK。然后因为这里变了，所以我们的测试那边自然是要改变一下的。直接就是根路径。它现在能工作吗？好，不好意思，这边忘记改了。OK， 能工作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在 test directory 里面它是有个 target 的。现在我们把 target 整个给它删掉，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能工作的。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好，这个 target directory 它被正确的创建出来了，并且里面该有的东西都是有的了。OK，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了结了把 NI 生成出来的这一步。那么下一步自然就是要去考虑怎么构建依赖了，就是我们要处理有依赖的情况了。是不是该解释一下什么是 MI？ NI 对我刚刚提过一嘴，就是 NI 就是它是一种二进制文件格式，是由 Moonbeat 的编译器生成的，里面会放着一个包的所有类型定义，还有公开的函数定义之类的信息。所以如果我想要检查下游的包的话，我就需要在上游这里先把那个叫什么，先把它的 NI 给构建出来。把 NI 给构建出来之后，我才能我才能利用 NI 里的这些公开定义的信息去检查类型检查下游的那个包。是的，是的。有弹幕问 Moonbeat 目前最热的游戏引擎是？
你可以试试前段时间比赛的那个用的那个叫 Selena 的那个游戏引擎，那个是我们前段时间办的游戏比赛里很多选手都用的那个东西。对，那个应该是纯蒙币写的，也可以去试试绑一绑别的库的 binding。是的。好，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该处理依赖了。处理依赖，那么首先我们需要解析目点 PKG 来获得依赖，获得一个依赖列表。我们要先把目点 PKG 点 JSON 给它掏出来，然后也是老规矩给它 parse 一下，然后目点 PKG 里它就会有这个 imports 的这个字段，从 imports 这个字段里面我们就可以获得依赖。那么这里我们先不考虑共享的事情，我先写个最暴力的，看能不能跑起来一些。我们可以去递归的检查我们需要测试的这些包。但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 Moonbeat 的编译器里，我们的包名是要用全名的，所以这里我们的这个包名其实它现在不是一个在 dependency 理论上我们也是要写全名的。比如说可以看到这里，这些都是全名，是带有 module 名字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全名给去掉，我们需要获得它的相对的路径，而不是它的全的路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这就是这个东西派上用场的地方了，就是这个目点 mod 的这个原文件它派上用场的地方，它里面会有这个 module 的名字的信息，我们需要，我们看看有哪个 API 可以用。OK， 首先我们需要确保，我们首先暂时不支持外部依赖，所以我们需要确保包都是在当前模组内的。对，之后漏了右括号。那就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包它就等于这个 module root， 所以我们还得特殊处理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包名就是空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要把这样吧。如果这个包名和 module 名相同，那说明它这个包是这个 module 的根包，也就是说它是在整个项目，它和整个项目 module 同名。比如说我们这个 mini moon 的项目，它这里的这些文件，它构成的就是一个名字也叫做 mini moon 的这么一个包，这样你 import 起来会比较短。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你这个包名是比 module 的名字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多出来一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多出来把前面 module 的部分去掉，把它变成一个对，这样我们就能拿到 dependency 的这个 path， 然后去递归的检查它，然后检查完它之后，我们还需要把它生成的这些路径给它传递给我们正在检查的这个包，就是我们构建完依赖之后，我们要把依赖的那个叫什么？把依赖的路径传给那个，把依赖生成的这个 MI 文件传给我们当前正在检查的包，这样当前正在检查的包才能用上里面的东西。所以在 check 完它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要 push 进来。
那么它的位置在也是在这里面。我们想要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当前这整个 check 的构建任务的一个共通的，相当于 root directory 一样的东西。对，要把这个东西创建出来。把这个东西创建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 target directory 下面，然后 pkg path，然后我们刚刚的命名规范是 audit 点 mi， 我们可以把这个 mi 给传进来。好，这样我们就拼出了，这说什么？has prefix 这个东西 deprecate 了。这样我们就拼出了依赖的所有 ni 文件，并且把依赖的构建完了。那么，这里实际上在传参的时候，它是用-i 这个参数来传的，所以我们可以把-i 一起传进来。OK， 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一起愉快的传给莫 C， 理论上就可以解决。我们先确认一下这个东西没把现在的东西搞炸，它还真搞炸了。哦，它要识别不了这个 package， 那看来是我们的 package parser 出现了一些问题。哦，它是空的。我们这样吧。它写个空的 import 列表是不是就好了？是的 ，OK。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搓第二个有依赖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来弄一个有依赖的包来试一试。我们要不要也支持一下 driver on flag， 这样可以方便的看到它会是输出什么指令？也可以，不过我不确定有没有时间。PKG1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PKG2它就该依赖 PKG1了。我们这个，我看看，我的模组叫做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就好了。然后 PKG2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函数。同样的，我们先测试一下，拿普通的目是能检查这个东西的。然后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能不能解析出来。哦，它失败了。哦，对，我要测的是 PKG2这个包，而不是 PKG1这个包。哦，这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个文件，那看来我们的某些地方写出 bug 了。我们先把 target 这个 directory 整个删掉，然后我们重新跑一次，看看它生成了什么样的东西。那可能是我生成错了。我们看一下-o 的这个位置。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已经改过了前面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后面忘记改了，可能。看看，它还是没有被生成出来，这个路径看上去是对的。要不试试 print debug 打法？真要 print debug 吗？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避免这个来着，先看一眼吧，
先看一眼输出来这个路径是什么。它真输出一份，哦，啊，哦，哦啊，拼的时候多了一个斜杠吗？是的，拼的时候多了一个斜杠。OK，那就好说了。所以证明使用是的，这 pass 这这库还是恰恰很有必要证明了使用一个正经的 pass 库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否则就会今天出时间有限，是的，时间有限，我就，唉，亏了。本来图简单想快点糊一下的，但正所谓欲速而不达，所以不好好的用 robust 的方式写代码，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引以为戒，引以为戒。现在好了吗？哦，这又是什么问题？它怎么还是没有生成？这对吗？好像还是咦？哦，我知道了，它 NIPath 那个地方填错了，应该是。对的，NIPath 这个地方填错，它填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去了。NIPath 这个地方，哎，等等，我看一下，它尝试读的这个路径是对的，但是它生成的这个路径多了一节不该有的东西。为什么上面那个 alt 前面还是2个 slash 呢？嗯，什么东你西？刚刚那个打印出来的上面那个带上好面那问题，条路径，那很可能不是这个问题，但2个 slash 似乎操作系统没有抱怨，所以可能就还好。让我们来看看这是究竟为何。这个输出看上去是对的呀。我们来看看它实际上生成了什么东西。这里面是什么？哦，他把东西搞到这里面去了。但这对吗？但是，哦，这是个相对路径，我知道了，太对了，太对了。哎，这真的对吗？啊！PKG Path，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提取一个 utility 函数吧，用它来获得一个包的。哎，不对，我意识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算了，我们还是继续使用伟大的 print 大法吧。我觉得可以把它会执行的东西都输出出来，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它做了什么。哦，对了，这个有个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的功能，就是 on test 的时候可以用 index 来指定跑哪个测试。这里可以，对，它可以看到它先去 check 了 package one，然后它生成这个路径是错的。OK。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对的。哦这个为什么出问题了呢？OK。哦，哎，我在干什么？真是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样好了吗？OK，我知道了。MI files
NBT files 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很多个不同的路径来做这件事情。这又是什么问题呢？OK，合理起来了。所以可以看到，有些时候魔鬼就藏在细节当中。看上去这个做的事情很简单，但其实在构建系统里有2套不同的路径体系，一套是你的 source tree，另外一套是你的封闭的包的。是的，是你的 Moonbeat 的包的 source tree 里的另一块是 targeted 的路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能跑出来编译器了，但是它有一些 dry run， 这就是我们，但是编译器报错了，所以我们看看 dry run 来判断一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标准答案。我知道了，是的，这相当于参考标准答案。问题出在这里，我们少传了一个-pkg 的参数来告诉我们自己是哪个包。这次又说什么 ？print line is not found。哎，那是 std_path 没有找对吗？哦，哎呀，不好意思。哎，是吗？让我们来看看它这里面实际上是个什么结构啊？哦，OK，它是这样的结构。bundle 是吗？应该是，是的。理论上这样应该就好。是的，测试通过，那来把 print 删掉吧。测试通过了，我们现在可以全量的 moon check 一个带有那个依赖的包了。当然，这个代码比较的丑陋，还是可以整理一下的。要整理一下吗？就只有这里要整理的话，就需要我们变析一下概念了。时间好像也不是很多了，估计也写不了新的功能，要不我们就在这里把这个代码整理一下，来梳理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吧。就是刚刚之所以会面临那么一串的 bug， 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整整3套路径体系。第一套是 source tree 里文件的实际路径，第二套是 package name， 比如说 moonbeat_lang、async、fs 这样的东西。的命名空间。是的，就是命名空间这样的东西。第3套是 target 下面的路径。这3套东西虽然有非高度的镜像，但其实各自是有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对它们进行区分。那么这里的我们首先我们加点注释来说明吧。这个 pkg path 是什么？这个 pkg path 是比如说这里 test_dir2 下面的这2个 pkg、pkg2 这个包，它们的 package path 参数就应该是 pkg1 和 pkg2。但可能也不应该这样吧，应该这样吧？或许我们应该在这里传一个 package full path。所以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小函数来获得我们想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这段逻辑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写过的这样一段逻辑，我们可以把它挪过来。就是把一个包的全名减去它的那个模块名。是的，就是从一个包的全名得到它相对于它的模块名的路径的这么一个操作。是的，然后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函数来获得一个包的它在 source tree 里的位置。这个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它的原文件放在哪里。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就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首先拿到 relative path， 如果 relative path 是空的，那么就直接 module root 收工
否则的话就 module root 后面拼上 relative path。最后还有就是一个包的构建产物要放在哪里的问题。一样的，我们先把 relative path 拿出来，然后这个会比较的长，它会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check， 所以这样就够了。然后也是一样的，做一个简单的小判断，只不过要把这个 module root 换成 base path。OK， 这样我们就把这3个东西都搞定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来重构一下这边的这个东西了。然后我们还有 source 点，然后我们要读的任何原文件，比如说梦联 pkg 就应该在 source 点里面读。然后像这里，这里我们直接，因为我们把参数的意义变了 ，check package 的这个参数它现在的意义是全名，我们直接把这里 import 全名传过去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用刚刚做好的这个 pkg target ARR 的 utility 来获得依赖的 ni 所在的位置。最后 files 也很简单，这里就应该读的就是 source directory。然后同样的，这里我们在拼路径的时候也是拼一个 source directory 上去就可以了。NMyPath 就也一样的，这里是直接就不用 NMyPath 了，它直接就是 target directory 下面的。哦吼，诶，哦，诶，这对吗？哦，我们的测试里面还没有改过来，这里应该改一下的。它从一个相对路径变成一个绝是的，对路径。它这个参数的意义改变了。OK， 测试通过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路线错了，那个叫什么？代码写的越多越反动啊，就是我们因为没有理清楚这个构建系统的这个各种路径的复杂性，所以在这里疯狂的 debug， 非常的丢人，非常的丢人，然后绕了一大圈。但最后我们幡然醒悟啊，意识到了构建系统这个东西，它的路径管理确实就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整理一下概念，确实在构建系统有这种3套路径的概念。第一套是用户实际上接触的，就是 package name 或者说命名空间的这么一套概念。第二个概念是在原文件里，我们的 source tree 里面的各种原文件的位置，它们有自己的一套路径体系。最后，每个包的构建产物自己又有自己的一套新的构建体系，所以组合起来非常的，这整3套东西如果混了的话，自然就会出一堆的 bug。所以最后我们小小的重构了一下这个很简单的 demo， 去把它按照我们刚刚提到的3种路径空间的概念整理了一下，最后让它最后改完一次就跑过了，非常的轻松愉快。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就只能写到这了。进度比预想中稍微慢了一点，比如说一些像增量构建的东西没有覆盖到，还有这里的这个。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就只能写到这了。进度比预想中稍微慢了一点，比如说一些像增量构建的东西没有覆盖到，还有这里的这个构建依赖的过程也是不正确的，它是比较蠢的，但没有关系，就相信大家也能看，从今天的直播中可以看到啊，哪怕像我们这么菜和丢人的程序员写 Moonbeat 也是可以非常快的去写出这样一个构建系统的 demo 的。今天我觉得可以 highlight 到的几个 Moonbeat 的功能，一个是 JSON 的模式匹配 ，Derive 的有时候就够用了，但是哪怕你需要自己手写，其实因为有 JSON 的模式匹配，写起来也是挺舒服的。当然，以后我们会有类似 Rust 的 Third 那样的更完善的这种序列化、反序列化自动 Derive 支持，这样就连手写都不用了。但就是 Moonbeat 的 JSON 模式匹配和 JSON Literal 使得你在偶尔真的需要手写的去做 JSON 操作的时候还是很方便的。第二个就是，其实这个已经潜移默化了，就各种非常方便的小语法，比如 guard 这些，还有就是测试。是的，最开始我还想写个 CLI 来测，但这其实并不是最方便的方法。在 Moonbeat 里写测试，有时候比你自己手动去命令行里跑还要方便。写2个测试，很快的就能让你写一半的代码，让你对写一半的代码积累一些信心。你还漏了点，就是我们有了 Async 库之后，其实各种 I/O 操作都已经比较完备了。是的，这里其实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里用了异步，但其实这些操作都是 async 的，包括这里这个测试也是 async 的。如果你实际上这2个异步的 check 的测试，它们是会同时在跑的。是的，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LSP 对你写异步代码的一个支持，看到这个斜体带下划线的东西，就说明它是一个异步而且会抛错误的函数。如果没有斜体，只有下划线，那就说明它会抛错误，但是是同步的函数。是的。那么今天的内容可能就到这里吧，最后要不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吧，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个小项目小 demo 继续下去。那我们就从晚到早看看观众的提问。第一条提问是真菜吗？菜的，包菜的。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那还有一个之前没回答，就是主包你用的是什么编辑器？主播用的是叫这个名字的编辑器，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就没什么人用啊，但是它的理念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不再多说2句吗？不多说两句，不多说两句，这个不是重点，不是重点，不重要，不要学这种小时候用错工具后悔终身的反面教材。对，就是用上了之后，你再去学别的就会非常的难以迁移，让你无法拥抱像比如说 VS Code 里的一些非常现代的好功能，你就只能无法融入现代生活。既来之则安之，会变成无法融入现代社会的可悲样子。不要变成这个样子，不要变成这个样子。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可以等一等，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Private derive 何时提上日程？什么是 private derive？我大概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 derive 的规则是你只要那个类型对外可见，那么 derive 它就对外可见。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公开的类型，但你不想 derive 一些，你不让它 derive 出来一些 trait 实现私有的话，这个功能现在确实是没有的。但怎么说呢？这得因为现在内建的那几个 derive 都是比较 trivial 的，比如 J2 JSON from JSON show，而且主要都是 debug 用途了，所以目前那几个确实属于一个公开出去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状态。但未来无论是加了更丰富的基于比如说 AST 操作的自定义 derive 也好，又或者内建的 derive 列表增加了或者功能变强了也好，那么到时候如果需要了的话，那肯定是会把这个隐藏 derive 出来的实现这个功能给加上的。但目前主要是因为内建的能 derive 的那几个都比较 trivial， 所以这个事情的优先级又不是很高。但等 derive 以后的功能变强之后，这个事情应该是该做了就会去做的。对，看起来像可以加一个 attribute 来配置它是不是要生成一个公开的 derive。对，要么就 attribute，要么就在那个 derive 上面加参数。
但就后面复杂的 derive 可能都会倾向于使用，比如说等我们后面打磨一下的那个叫做 AST 宏变换的那种方式来做，就可能不是这种 hardcode 在编辑里的形式，会变成一种用户可以自定义的形式。那到时候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有那个生成代码的工具自己操作的东西，所以到时候各个生成代码的这种外部第三方 derive 工具，他们就可以用自己不同的配置方式去配置这件事情，这个就自动就相当于能实现这个功能了。下一个问题，Maria 能做成 agent 库吗？ Maria 能做成 agent 库吗？写 Maria 那个人现在还在外面吗？他不在了是吗我不在的了。他在直播间 ？Maria 里就是一个 agent 库，所以实际上我们最初做 Maria 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它成为一个 agent 库，而不只是一个特定的 agent。所以后面应该近期可能就会公布出去吧。Maria 会做成一个 Moonbeat 库的形式的，然后你想自己搭任何形式的 agent，你都可以就是拿掉 Maria 这个库，然后去在它的基础框架上去加点你自己自定义的，比如说 to call 之类的东西，然后你就能免费的得到一个完整的那个 agent，然后它的 to call 是根据你的需求定制的，而且 Maria 配套的周边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一些 GUI 什么的，应该都是可以复用的。当然，如果你觉得要写 Moonbeat 代码，然后调 Maria 这个库的难度还是太高了，那么 Maria 本身它现在也是能作为一个，比如说一个 HTTP 服务器的形式存在的，然后你可以通过 HTTP 的这种类似 RPC 的方式去跟它交互。这样的话，你就比如说你和你现有的东西整合，或者你想用别的语言写也是做得到的。所以 Maria 最后它会成为一个非常泛用的一个 agent 开发的平台吧。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Moonbeat 库，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以 HTTP 形式提供服务的 agent，然后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 CLTUI 啊、GUI 等等现成的前端可以用，还有 VS Code 插件之类的，就基本上你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定制需求，应该都是可以满足的。对，如果特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 Moonbeat 这个仓库、Maria 仓库底下随时跟进他们的最新进展。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Virtual Package 可以有 Test Override 吗？ Virtual Package 可以有 Test Override 吗我可能没太理解这个问题。Virtual Package 现在能写测试吗？好像没有对对测，Virtual 试的约 Package 好像现在是不能测试的。你想问的是不是 Virtual Package 能不能写测试，然后要求所有实现的人都要通过这些测试？可能得看看它具体的。对，可能需要补充一下。那我就先就着我刚刚的那个解释说一下。如果你想问的是 Virtual Package 能不能写一些测试，然后要求实现的人都必须通过这些测试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个可以有的挺不错的功能。不过就是近期我们在 Virtual Package 上的优先级可能还是争取先把它本身的功能给它稳定化和把它本身的功能给补全一下，因为 Virtual Package 这个功能本身现在还是相对没那么稳定的，它本身可能还需要一些改进。然后等它本身稳定之后，后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测试的功能加上。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个挺好的功能。就你在类型签名之外，你还可以把测试也写到 interface 里，去提供更强的约束。还有就是我们之前那个我们之前那个游戏比赛的那个游戏引擎还会继续维护吗？这个你有在某些比如说官方 QQ 群里之类的吗？你要不可以直接问问维护者，因为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你可以试试直接问维护者。维护者就是那个头像是星之卡比的那个男人，你就直接问他就可以。也可以直接去仓库底下提issue问一下 roadmap。对，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 live coding 就到这里吧。OK，那今天就到此为止了，谢谢收看，下次再见。好，谢谢大家。哎，这是停播了吗？为什么？为什么要停播这里？
结束了。你看一下题目。听了吗？确认一下。